好，再回到环球大乱线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又有惊人之举了。近期呢，大家都知道啊，他跟联合国的关系处理的是不太融洽，他竟然向全球有60个国家呢广发邀请函，说，大家一起来玩吧，我要成立一个叫做 Board of Peace 和平委员会的构想，强调呢要以一个全新的机制来处理近年频繁发生的世界冲突啊，那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加沙的矛盾。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呢，这个和平委员会也可以说充满浓浓的川普色彩。我们来看，包括呢，川普他将担任首任的主席，并且拥有绝对的权利哦，这个就很耐人寻味。好，再来，一般的成员国他的任期上限为3年。之后呢，主席也就是川普本人啊，可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续任。你跟我玩得好，我让你继续待；你跟我玩不好，不好意思，你会被赶出去。那成员国呢，如果不想要遇到这样的尴尬状况，你也可以捐赠哦，超过10亿美元的现金哦，大概折合新台币这个316亿啊，就可以获得一个永久会员的资格。哇，看这3点就知道了，非常有这个川普的纲要的感觉哦，就是你花点钱，咱们来交个朋友，然后来玩玩看，这样的一个商人思维。所以委员啊，你怎么看川普现在拎出这一个川普版的联合国闹这一出戏，他想要搞什么？川普任期剩下不到3年啦，那请问一下，这个和平委员会存续期间可以超过3年吗？下任美国总统如果是共和党呢，会接续他这个做法吗？如果民主党呢，更不可能接续他做法，所以他开心好玩就好，开心好玩，就像那个鲁特尼，对，鲁特尼克说要让我们总统开心啊，让他开心就好。这个和平委员会其实没有到什么联合国的规格啦，它就是为了处理加沙走廊的土地利益的分配嘛。那土地利益分配，你给我10亿，我就分配给你多一点；你不给我钱，我分配少一点。会缴钱大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啦，维持这个一个基本的运作啦。这个他自己当主席，而且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威，谁能加入要我同意，我也可以开除你。哇，这个真爽啊，对啊。然后这个和平委员会可以控制一个加沙走廊的理事会、文官集团的政府。你看，那最糟糕的是以色列，我流血流汗拼命搞个老半天，加沙走廊我1块土地都拿不到，全部被川普拿走，这变成美国的海外领地，只是一个国际化的海外领地，一个托管地而已啊。那找什么 Tony Blair 来嘎一脚哈，大家抽一脚。那其他的有哪个政府的首长参加？那个这人找 Tony Blair， 那你找现在的这位首相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川普在捞钱的一个机制啦，那他的目的就是说，我如何来处理？他可能3年内真的会把加沙走廊处理的有模用。我经常喜欢开玩笑我说川普干别的不行，搞土地一把照，老本行，老本行。这加沙走廊的土地问题，他处理起来比谁都好熟练。他要钱啊，他又不想美国出钱，所以呢，就是一个10亿收一收，够了啦，真的也够了那够了，问题是，那川普卸任以后，和平理事会主席还是他吗？你先问这个问题，他没有说不是他关键他继续控制这笔钱，他当加沙国王，是不是？哇，这个超有趣的。那把它想象成联合国，那就有点过了。为什么？联合国其他国家不会理会你，大部分国家跟以色列、跟那个加沙走廊也没什么关系啊，大家也没兴趣嘎这一脚。那你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处理加沙以外的其他问题，变成真的联合国，我跟你讲，美国其他总统也没兴趣啦就像那个印太什么印太经济架构一推出来，我就嘲笑他说，那是拜登的玩具啦，果然没多久没了。这个川普的玩具啦，没多久就没了。川普这个好热闹大家还花钱交朋友，那我们可以看之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和平委员会的首波邀请名单包括有谁啊？像加拿大啦、土耳其啦、埃及、阿根廷、印度、匈牙利等等，甚至这个欧盟执委会也都受到了邀请。那最近一直被美国羞辱说你们是我们第51州的加拿大呢，他的总理卡尼就表示，好，我可以接受加入委员会，但是你要我花这10亿美元去买你的永久席位不好意思没有兴趣。另外，和平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也引发了某种阴谋论说就是要削弱现在一些联合国可能话语权等等。尤其呢，川普近年又是关税又是插手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事务，还直接派兵这个抓捕马杜罗，引发了联合国安理会包括了中国大陆，包括了俄罗斯，甚至法国等国的强烈不满。他们现在批评美国已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状况了。
那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既然这个和平委员会你的诉求是和平嘛，我们先处理加萨，之后可能可以处理更多嘛。那站在美国对立面的，像俄罗斯啦、伊朗啦、北韩跟中国大陆，要不要加入呢？大家一起来玩嘛，坐下来讨论，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和平机会呢？杨老师，你会想入会吗？如果他邀请我，对，我当然会入会。你会入会啊？哦，现在的国际政治不要跟川普作对，尤其是他很重视的土地开发，好处哦，有好处。好处就算了，好处就算了，因为好处是他说了算。是，但是呢，如果他邀请你，你不去，你拒绝，那只有坏处。但是你自己能不能跑到门口去敲门说我想加入？那当然有管道。我在想有一些国家可能也有表态，但不容易。是，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在加沙处理问题之外，变成川普的维持国际安全或者是国际秩序的这种联合国或者是联合国安理会？不要想得太多。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在处理加沙问题。也许在这个机制里面呢，将来碰到中东的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用。因为加沙的稳定牵扯到就是它的房价，对，它的这个工程。然后呢，加沙的稳定会来自于中东的稳定、以色列的稳定，所以你知道，这就跟一个铆钉啊钉进去哈，让以色列的情况跟中东、跟全世界在地缘政治、在就是金钱以及房地产开发多个层面更进一步的龛嵌在一起。他的深意在这里。是。至于说啊，我们比照这个拉出来取代联合国，川普是退出66个联合国相关机构跟其他的这些国际组织，因为他1月8号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哪有什么国际法？我的行为只有我的道德观才能对我有所限制。也就是川普说，我就是规则，我就是秩序。那尤其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现在真的这样搞。那因此，他要一心一意想去开发的加沙地区，他就搞出了这个东西。一方面找大家来募款。60亿乘上10亿乘上60个不得了。对啊，当然加拿大说他不会付哈，有些国家可能不会付，也是不得了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利益在这边，我觉得其实他最主要是要去深化后续这整个加沙开发的想法。所以你不要小看他把大家绑在一起，利益绑在一起，然后呢，地缘政治绑在一起。但是你要把它提升取代联合国，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在想，他大概不会去邀请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俄罗斯也许会，所以我们就等到那个结果出来，他大概不会去邀请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反而怕中国大陆的力量进入到中东，所以呢，那我觉得北京也不会去敲门，那因此联合国还是有它的用处，川普美国也没有退出联合国，但你说要取代它不容易的。是，好，刚才有提到加拿大不会要付这个10亿美元加入你这个川普的小群体里面，但是呢，最近加拿大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可能会让美国要提出一些警戒了，就是呢，枫叶国他最近一直被美国嘲笑是51州嘛，各种关税、各种话语都是对加拿大人很不客气，所以现在呢，加拿大转而去跟中国大陆破冰交好了。总理卡尼亲自访问到中国，还跟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呢，达成了不少正面的关税协议，像是加拿大将开放中国的电动车每年4.9万辆的进口，而且税率从原本的100%是大幅降低到6.1%这是打了一个超级大的折扣。作为互惠呢，中方也降低了对加拿大的这个油菜籽的关税，3月1号开始从84%调降为15%，并暂时移除像是油菜籽粉啦、龙虾、螃蟹、豌豆等等农渔业产品的一个针对性关税。过去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跟美国无论是地缘种族文化可以说两个人是最亲近的这个兄弟之邦。那这一次兄弟之邦率先去跟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心腹大患中国交好了做出了一个示范跟宣言，告诉全世界各国，你不想被川普霸凌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去跟这个敌人的敌人做朋友，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而中国可不可以扮演好接纳这一些新朋友的一个最佳合作伙伴的角色呢？舰长怎么看？我们先看刚刚这个和平委员会，
东亚有一个多山的那个小岛，它会不会起心动念去加入这个国际组织？而且川普本人可能他也想捞钱，然后他也想创造这个模糊，甚至他想要牵制中国大陆，他会不会也同意了？这个是值得观察的啊。第二个，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刚刚杨老师讲的非常对啊，就是川普千万不要得罪，还是在很多方面要继续合作，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关于北约的部分，你只要敢对格陵兰怎么样，他就给你加税，所以不是每个国家都跟中国大陆跟印度一样，可以承受这样的关税，还可以继续谈判。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从卡尼出发，卡尼当初他是怎么来讲中国大陆的？他说近年来啊，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那在这个加拿大必须要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这个讲的也就是原来就是单极，现在变成G2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加拿大当初跟美国肝胆相照，结果惹来的就是第51州的肝胆俱裂。可是我们来看啊，相对于美国之外啊，这一个加拿大跟中国的贸易到底是如何？其实我们讲到两个国家的交好与否啊，其实背后的支撑都是贸易。如果说我们来看2015年到现在2024年。这是2024年的一个数据啊。那如果我们来对比的话，其实这2024年中国大陆跟加拿大的关系并不好啊。那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出口，也就是这一个红色的部分，或者是中国的进口蓝色的部分，其实10年之内都是翻倍成长。在这翻倍成长里面呢，其实包含的项目非常多。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它出口的项目，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的强项，也就是有关于电子产品啊、纺织品啊，以及这个衣服、鞋类之类，都在这个位置。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进口的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原物料。那这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现在对于加拿大建立了非常多的一个门槛，建立了非常多限制的部分了。所以我们讲到说啊，这一些国家都已经盘点过那个对于中国或者是对于美国该如何的选择，所以我们讲到说加拿大才会做出这一个跟中国大陆成为这个新型战略伙伴。是。好，感谢舰长的分析。那待会呢，下一段节目我们还要讨论美国明说暗夺，现在就是紧盯格陵兰不放，欧盟能否团结起来呢？还有现在最热门的 AI 浪潮啊，除了晶片、除了记忆体的股价大涨之外，电力网会不会是下一个不可欠缺的重点项目呢？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